大家好，我叫陈爱。我是个正常人。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状态不太好，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宛平南路600号。对，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我还有点担心，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他们都只攻击自己，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我刚到，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做过。可以多做，能带来一些自信。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这么草率吗？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我说有，就确诊了。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比如验血、CT， 因为一旦能控制，我就很难正常选择，而是开始衡量利弊。比如有一道题，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就很难选，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选中了走不了。类似这种问题很多，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总能查出点啥。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来精神疾病医院，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测试的环境也不好，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走廊很吵，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成功干扰到我。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最后测出来结果，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我就知道他有病。不，其实是我有。我的症状是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不，我在办春晚。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只会更容易说错话。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你好，来杯奶茶，凉的热的，热的，微信。准备好了，我到那儿我说你好，来杯奶茶，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这句没练过呀，但我跟自己说没事，你可以的。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大杯多少钱？小杯多少钱是吧？但我太紧张了，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说完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说大杯大一点，小杯小一点。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所以到处说我社恐。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也不是脑子有病。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只是你们人多。我懒得计较。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我脑子里人也多。我只是在外边收着，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
没事儿，你放松点儿，别太紧张。我心想，哼，我放松，就该你们紧张了。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我之前也不太敢说，但直到这2年，环境好，大家都疯了。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直到这2年，我听到一个声音，时机到了。原来我不是疯，我是先锋。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你们加油吧，反正早晚都得疯，别错过这个风口。我在未来等你们。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其实没有。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升职、旅行、恋爱，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你有病，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对，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你可能会想，不可能，你讲的又不好笑。不是我不好笑，是你想象力不丰富。没事儿，我想象力丰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怎么样，先锋吧？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陈爱的表演。喜欢陈爱表演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我们掌声再次送给陈爱。上台前，包括昨天的等待，一定都非常紧张。现在好一些吗？没有那么紧张。还是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大鹏导演也是很早就给了这一票，是拍早了，哎呀，拍早了，拍早了。您是在模仿他这个自言自语的风格吗？如果应用到您的开场表演中，至少开场表演那个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啊。我就是觉得我拍早了，因为越往后越精彩，他的这个文本太厉害了。到最后，我以为他会收在风口上，那风口已经顶到那儿了，我以为会结束了，但是他还继续讲，结果他继续讲的这事儿，把整个这个表演那高度又提升了。他说：“也许我没在表演，是你们想象出来的。那我不好笑，就是你们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哇，这个我听到头皮发麻啊，就是有这种感觉。我是在他跟着别人选的那个后边击中了那个。确实有很多值得大家这个击掌叫好的，所谓的说特别值得大家共鸣的，但我就觉得那个特别好玩，我觉得那个让我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您上来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刚才是我狭隘了，我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呢，可能您上来那个状态好像是有些紧张啊，有些胆怯啊，但是随着您的表演，我发现这并不是，而是您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把自己的这些个观点娓娓道来。而且呢，我觉得您这其实按理说也算是观察戏剧了，观察我自己，观察所有人，包括您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玄妙的，也挺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啊。谢谢你。我很喜欢陈爱讨论的话题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确实每个人都是疯子，你是先锋跟后锋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疯或者是正常的定义是什么？是那些题目来定义的吗？是什么标准来定义的？是谁的权威来定义的呢？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定义，是一部分人拥有了定义权之后定义的谁是疯谁是正常，就这些定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我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接纳我们自己，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被人说是个非常不正常的人，我已经忘记这个感受很多年了，然后我听你讲的时候就把我的这个感受翻涌出来了。我是觉得好像社会上只允许正常是在某一个区间之内。我们整个社会系统里就是对什么是完美，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幸福，什么哪怕是正常，它都有一个定义，超过那些的都叫不正常、不幸福、不完美、不优秀。我是特别反对这个东西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些定义，就是每个人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活出了自己的样子，真的。你的话题非常难，但你讲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谢谢。志胜跟我说过一句话：“哥哥，是他们别人看见的色儿太多了。”其实陈爱已经讲脱口秀还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新人，已经挺长时间了，是吧？对，演员都非常的喜欢他的内容。今天就是很感动，我觉得陈爱从他讲的内容，他从心里掏出来的东西，能非常快的抵达所有人的人心。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想要上喜剧的舞台上来表达寻找同类的人，你一定是在生活里非常孤独的人，所以你会寻求这条路来找到自己的同类。然后刚刚听到陈爱说，他只是先锋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也很开心，觉得你把这个东西这么真诚的说出来，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继续疯下去。你有同类，谢谢。我听导演组跟我介绍说，陈爱之所以这次选择站在节目的舞台上，也是因为黑灯推荐或者是给了你一些鼓励，是吗？是。我哭呢，倒不是他段子有多感人，是知道他经历那一切，知道他站在那个舞台上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且从陈爱身上能看到很强的那种生命的力量。我非常需要俱乐部老板给我演出机会。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会得了一些心理问题啊，或者什么，在某一段创伤或者痛苦中很难走出来呀，但是他虽然还是很纠结，还在很折磨，还是在来回的和这个拉扯，但是你能从这个拉扯这个事儿的本身上看到一个生命力在顽强的生长，他已经在对抗这个东西了。我和黑灯真的是开心的落泪，他真的会更辛苦一些，大家从镜头上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记忆力也很不好，注意力也很难集中，他已经在努力的让自己表现得最好了，而且他能被人接受真是太好了，他终于赶上了他的好时候。因为之前我的人生就是很边缘，很压抑，也没有被看见，我的人生怎么努力也没法就是变成主流社会那样子，我一直在往那方面靠近，因为不被接受的感觉很糟糕。但是我听完黑灯老师讲的段子，然后我就很喜欢，因为他在为这个群体发出声音。我觉得一个舞台需要这种声音。那你有什么想对黑灯老师说的吗？就是非常的感谢黑灯老师。就嘴说说是吗？给你跪下。除了那个做题的小黑屋，你脚下的这个舞台也是一个能让大家做自己的地方。谢谢你的表演，也谢谢大家对陈爱表演的认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挑战环节仍然要开启，在座的各位演员，有谁想要向陈爱发起挑战？倒计时最后5秒钟。无人挑战，陈爱获得晋级席位。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最终成绩，159票，恭喜陈爱晋级。成功了！加油！陈爱今天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她确实是表现得非常惊艳啊，而且沉稳。这篇段子听得我是后脊背发凉，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内容。陈爱的内容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应该是没有人再去评判你的正常不正常。我觉得他很有勇气讲这样的东西。我们天生其实是生活的某部分，
弱者。脱口秀的舞台就是把一群这样高敏的人群聚在一块，然后去相互的拥抱，相互的奔赴。其实单口喜剧这门艺术就是能让不同的人都被看见，让更多的与此类似有共鸣的人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单口喜剧的魅力。春福焙茶，我的茶就是香，茶倍儿香，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香，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经上市哦，还是无糖的。今年的新朋友确实都各具特色，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演出继续，接下来这位要上台的也是新朋友，也是年轻人，一位从小城市终于走上了喜单大舞台的年轻人，我们欢迎林简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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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简期好帅呀！林简期太帅了吧！这是在干什么？别给我帅死了！确实很帅，确实很帅。林简期他也太帅了。简期有一种东北热血高校的那种感觉，东北小栗旬。哇！好帅啊！妈呀！什么？哇！也有骂我大傻子的。他那个气质吧，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大帅哥的那种气质，完一张嘴吧，还不是很聪明，就是那种笨蛋帅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林简期，东北人，现在经常居住在北京，台球高手，爱去网吧。上网吧这3个字，我很多年没听过了。我说什么？这还有人上网吧呢？怎么啊？你是初中生吗？你是？林简期这孩子用我们东北话的讲，属于蔫巴桃，非常有个人的特点，属于那种黄老邪那种怪。这太抽象。小林他的段子，我觉得那个梗啊都很奇怪，然后又很值得琢磨，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魅力。林简期也很强，这是非常受瞩目的新人啊。林简期，林简期拿过好几个比赛冠军啊、亚军。小林他就是年度心梗赛上打败了我，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也是实至名归。我会先崩溃。他今天已经差点崩溃了。作为组长来讲，我当时是有点担心，很多人可能会对他稍微期待有点高，我是怕大家这样的话是对他有压力的。我不怕输，演好就行，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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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期，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 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理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 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啊，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
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啊，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了，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撬，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刚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代1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
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建七。喜欢刚刚林建七表演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林建七。新人朋友上台前不敢多介绍，不敢抬得太高，但其实简七是过去这1年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位新人演员，也是在很多线下比赛中成绩非常优秀的一位新人，也是拿到过梁岩杯冠军的人。喜番的心梗赛从创立以来一直都是梁岩拿的冠军，所以他也称为梁岩杯。确实，我看气氛组的朋友也是被逗得嘎嘎的。我记得好像是大鹏导演第一个拍灯的是吗？对，他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吉林通化吉安。介绍我的老家吉安，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拍的灯，我特别的有同感。我挺高兴。我这个压抑了1整天的乡音，我想在接下来释放一下。之前都让自己说普通话，但是我看了他的表演，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东北话说出一种上档次。像不了解东北的朋友们，很好的展现了东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很好的推广了家乡，因为我也很热爱这片热土。你看我的电影里也经常都是描述我家乡里面的事儿，所以我感觉就有一种那个东北文艺复兴在脱口秀这舞台上产生了。东北话都复兴了，又复兴了啊！我很喜欢你的表演，期待你接下来的段子，加油加油！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乡和家乡音，我觉得林简七长得有点像张若昀，你觉得吗？觉得。咱节目好几个明星脸呢。烧饼那也算。他身上透露一种古怪的气质，就是很古怪。是什么呢？就是此刻啊。就是你古怪，但是又很好玩。帅气抽象，这个词蛮好的，又帅又抽象，帅抽。我觉得他跟大林有一点像，就是他们其实很年轻，但是有一些老成的气质，但你俩老成的方向又特别不一样。我有那么老成吗？我也想推广我们天津话，其实也还行。特别好，尤其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欲言又止的那种，哎，那个味儿最对了。我最喜欢那包，我当时没来得及拍就过去了。我们那儿就没有共享单车，但其实我们那儿也有过。就是这包太值钱了，这太有意思。所以您现在也不会骑共享单车对吗？那会，我去过大城市。没有，开玩笑，特别好。我觉得您的这个状态什么的，这个独树一帜，而且特别精看。也精琢磨，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冠军有力的争夺者。别，那期待你后面的表演。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挑战环节现在开始，如果还有演员要挑战，就请起立，倒计时5秒。